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三军。今天我们继续讲9月辛酉月运势。上期视频我们分析了9月的天时对于全球大环境的运势影响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0天干的日主们在这个9月份会具体面临怎样的运程吧。另外，我也开通了自己的 LINE 和 IG 账号，欢迎大家订阅更新。以及有咨询需求的朋友，我也添加了相关链接在视频的说明区，欢迎大家查看。刚刚过去的农历7月，也就是民俗中的鬼月。因为道教的中元节、佛教的盂兰盆节都在这个期间，所以后来渐渐在中华文化上合而为一，形成了现在完整的中元节。而接下来直到农历的7月30日，也就是公历的9月15日，都是在鬼月期间。我们也许会见到在各个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，请大家一定要抱有敬畏之心哦。不少地区也有很多有趣的传统民俗，比如说在夜晚时不要直呼他人的姓名，否则就会引起一些另一边的他们的注意，以及也不要在身后拍肩，不可以在坟地附近吹口哨，不要在野外戏水，床头不要挂风铃，不要乱踩冥纸冥币，不要靠在墙头休息。这个时候的夜晚挂在窗外的衣服记得要及时收回，都是一个道理。而从国历的9月8日下午5点以后的白露节气，直到10月8日的寒露，我们就进入了辛酉月，也是本期视频运势预测的重点部分。这时月令的能量就开始作用于我们所有人的命盘。面对月令的辛酉以及年柱的癸卯相战的局面，对于我们本身八字盘中携带有金木力量的朋友们，会有格外明显的感应。在上期视频中我也强调过，子午卯酉四桃花在五行上代表了一种能量的极致状态，所以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会互相看不顺眼，比如说子卯相刑、午卯相破、卯酉相冲等等。而相冲克的力量是冲突性最强的。另一方面，四桃花在我们的命盘当中，很大概率感应的是我们情感方面的信息，也就是恋情桃花层面的信息，或者是我们内心的感性的思想。这也是本月的运势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。如果你对这方面信息感兴趣，尤其是属木火的女生和属火土的男生，请一定要专心收听接下来的内容。本期视频依然是以日元的八字五行为大纲，如果有的小伙伴不清楚自己对应的五行是哪一个，现在可以通过网上免费的八字排盘软件，或者查询自己当年出生那天的黄历天干地支，日的天干所对应的那个字就是我们自己的五行了。不过我们自己命盘对应的喜忌还是需要咨询专业的老师才能够判断。甲木，辛酉月对于甲木的朋友们是正官星当令，正官代表的是我们正式的工作职业、职称、考试，女生的正缘，男士的女儿。因此这个月的甲木们主要的精力会集中在事业方面。学生的话，在学业方面压力会回归，开始收心上课了，因为有年干癸水正印的影响，所以整体是构成了正官配印的局面。喜金水的朋友们在这个阶段内会得到长官、上级的帮助，也有很好的工作表现的机会，工作任务也多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内容。如果是辰月、巳月、丑月出生的女性朋友，也可能有感情桃花出现，可以尝试把握机缘。而忌金水的朋友们，在这个月虽然工作不算难，但是可能会比较枯燥，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干扰，不时打断我们自己的思绪。我们的想法可能会很多，但总是想得多做得少，很容易犯错，要多多注意哦。乙木，这个月对于乙木来说是七杀月，在结束了上个月轻松的工作氛围后，这个月我们就需要独自承担很多的突发性的压力了。这也许是来自于工作，或者是来自于身体的病痛，而且他们都可能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降临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好倒霉。而在此期间，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对于玄学的敏锐的灵感，这样我们在某种危机时刻来临前，甚至有某种未卜先知的能力。无论对金水是喜是忌，这个月的女性朋友们也都容易遇到桃花，尤其是辰月、巳月、丑月出生的喜金水的乙木们，这个感受会非常的明显。而在此期间，我们也许会在事业上有特别意外的突破，或者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恋情，尤其是桃花方面的信息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迷津。而卯月、酉月、戌月出生的乙木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因为工作、学业或者是非常头疼的烂桃花被搞得鸡飞狗跳，要留心哦。丙火，这个月对于丙火来说是正财月，正财就是指我们需要每天付出8小时的劳动才能够获得的回报。因此这个月我们脑海中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专心搞钱。而正财对于男生来说也是正缘桃花，
因为丙辛合的关系，男生会在这个月为了追求恋爱或者是财运的机会，收敛自己火爆的行动力，行事比较 gentle 而且谨慎，因此本月的丙火会有很不错的执行力。另一方面，受到年干正官癸水的影响，有一个金水相生的格局存在，丙火的女性朋友们也都有可能在这个月会有桃花出现，或者是获得异性的追求。我们的内心也可能会在此期间萌生某种悸动，从而认真考虑这段机会，尤其是丑月、辰月、巳月、酉月出生的女同学，我们同自己父亲的联系也会增多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今年整体属水木流年，而金的月份只有国历的8月到9月，能量还是比较偏弱的，所以财运相关的信息不会特别明显。对于喜金水的朋友们，尤其是要把握这个月赚钱和升职的机会哦。丁火与丙火不同，辛酉月对于丁火来说是代表的偏财。偏财往往是指我们没有为此付出超过6个小时的劳动，意外的报酬，包括我们工作的绩效提成、福利补贴也代表此类。所以丁火们这个月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投资理财或者是副业的收入。同时偏财也代表了男性朋友的桃花，而加上年干癸水七杀的影响，对于处在恋爱中的丁火男性朋友，我们的爱人可能会在这个月闹一些小情绪，或者有一些烂桃花可能会暗送秋波，尤其是丑月、辰月、酉月出生的。而这些月份的女性的丁火们也可能会受到异性的追求。对于喜金水的丁火们来说，尤其是4月、5月、卯月出生的朋友们，这个月会有良好的投资运，我们可能会收获一些小小的意外惊喜。而对于忌金水的朋友们，赚钱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一定要谨慎投资哦。因为今年毕竟是水木流年，在缺乏年运的扶持下，金的能量其实并没有很明显，千万不要指望依靠大额的压注就能够翻盘，尤其是属火的朋友们，一定要谨慎。幸运女神在今年并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戊土，对于戊土们来说，辛酉属于伤官，我们在这个月会有比较好的表达能力，很适合在此期间扩大我们自己个人的影响力，学习方面也很容易爆发灵感，思路流畅，尤其是理工科的小伙伴们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非常容易快人快语，祸从口出，尤其是工作中的朋友们，大家要记得隔墙有耳的道理，你的某句话说不定就会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给我们带来某些麻烦。所以这个月的关键词是谨言慎行，好吗？而另一方面，受年干癸水正财的影响，流年会形成伤官生财的格局，戊土的朋友们在这个月可以把自己冲动的能量转化为行动力，尤其是辰月、丑月出生的戊土。而戊土的男性朋友们在这个月或者是继续上个月，对于心仪的女生会继续发动追求攻势，但对于忌金水的朋友们，尤其是卯月、酉月出生的女性朋友，也需要注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可能会付出了很多，但这并不一定是对方想要的，也许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。试着学会沟通，学会倾听，而不是一味的输出，好吗？己土，对于己土的小伙伴们来说，这个月属于食神运，再加上己土在酉是长生的状态，所以这个月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口福，好享乐，而同时我们自己也充满了自信，尤其是在辰月、丑月、巳月出生的朋友们，这个月很适合我们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，而且很容易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提升带来的正反馈。同时受到年干偏财的影响，我们这个月的投资运也会很不错，偶尔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因为在七杀的流年中，我们今年承受了较大的工作压力、心理压力，在这个月我们可能就会迎来转机，困难很快就得以解决。而对于喜金水的同学们，这个月我们可以加大投资，积极 social， 和我们自己的朋友啦、客户啦多沟通，这有助于打开我们自己的思路和眼界，学习思路也会很顺畅。而忌金水的朋友们，我们就需要放慢自己的速度，多思考我们一开始最初的出发方向是否是正确的，因为选择往往大于努力。而卯月、辰月出生的朋友们，也需要多加关注我们自己同爱人的关系。庚金，辛酉月对于庚金来说是劫财月，这个月我们难免会遇到破财或者是财务分摊的情况，比如同合伙人分账，或者是被竞争对手打压。因此这个月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，尤其需要小心处理我们自己的财务情况，特别是丑月、戌月、酉月出生的朋友们，一些不健康的关系或者是项目当断则断，好吗？而对于恋爱中的朋友们，
这个月我们也要提防对方是否会有劈腿的行为。而单身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，要相信是我们的总会得到，不是我们的再焦虑也无济于事。尤其是寅月、卯月、巳月、戌月的女生，而我们自己也会更加注重于赚钱方面。而身弱喜土金的同学，在这个月我们可能会得到异性朋友的帮助、支持，但是要小心财务纠纷。而忌土金的朋友们，尤其是酉月、戌月的朋友，在防止我们的口舌纠纷之余，也要小心意外的损失，以及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。辛酉是拼金的比肩伏寅月，这个月我们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并且流年对我们的直接影响也会比较大。在这个月我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方向，长期规划，同时也会更加注重自己的下属和投资思路。而恋爱方面，受到卯酉冲的影响，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，让我们对于这段恋情的原动力发生了动摇。尤其是戌月、酉月、辰月出生的同学，一些两难的选择可能会让我们的思绪更加混乱，被压得喘不过气。而喜金水的朋友们，尤其是寅月、卯月、巳月出生的朋友们，这个月我们可以得到来自朋友的帮助，自己也会变得很有自信和行动力，付出很快就会有正反馈出现。而忌金水的朋友们就需要更加注意了，伏吟的副作用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得以显现。伏吟就是爬着哭的意思，也许我们会不得不面临一些决断。而单身的朋友们暂时也不要心急，现在在感情上贸然出击，也许会适得其反。壬水 OK， 到了壬水的朋友们，本月对你们来说是正印月，这个月我们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些，迎接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工作氛围，让我们在这个焦头烂额的今年中得以忙里偷闲。尤其是4月、5月、未月出生的朋友，之前很忙很累却迟迟没有进展的业务，在这个月我们也许会得到上级的支持。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积极请教，快速学习。但是需要注意，今年的流年劫财也在这个时机也会得到正印的支持，所以这个月的财运依然并没有那么乐观。而劫财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人或者是竞争对手，我们依然要小心提防，他们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。而这个月我们需要多思考前辈的意见，虚心请教。而喜金水的朋友们，这个月就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，尤其是辰月、巳月、卯月、未月出生的壬水。而忌金水的朋友们，这个月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，以及提防竞争对手的重伤。而子月、酉月出生的壬水朋友们，在恋爱方面我们可能会不太顺利，我们要提防情敌的出现。癸水，对于癸水的朋友们，这个月是偏印月，我们在这个月遇到困难时，可能会非常注重求助玄学和书本知识的帮助，同时长辈们也很关心我们自己的状态。今年是癸水同学的伏吟年，可能有很多朋友在今年都面临了自己的人生转折点。我们年初时做的很多规划和调整，已经部分有了收获。也许在上个月我们已经进行了复盘，在调整或者是转型之后，进入到心境的下一个阶段。而在这个偏印月，我们也可以根据之前积累的经验，很敏锐地洞察一些潜在的机遇。喜金水的朋友们，尤其是辰月、卯月、巳月出生的同学，请继续保持和前辈的沟通，并且可以适当求助预测师的意见。这个月在财运和事业的支持上，我们都很容易有贵人相助。而忌金水的朋友们，尤其是丑月、酉月、申月出生的同学，则需要增加自己的行动力，避免我们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。多做少想，很多事情在执行当中自然就会迎刃而解。恋情方面，在这个月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的，无论是男生女生，在这个月也许会有异性示好，但是建议我们更多的专注于我们的事业上，投资我们自己的未来。因为从年月上来说，其实今年的恋情可能并没有很好的结果。以上就是我对2023年9月的整体运势预测，但是对于更加细节的信息，还是需要结合我们每个人具体的命盘来进行分析和推演。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度过癸月的下半月，并且在接下来连续的金水月份当中都能有自己的收获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